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工厂产出消费凸显后疫情后经济势头疲软。路透社，4月份中国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楼市投资下降，表明经济继续受到疫情后复苏问题的影响，给政策制定者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4月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5.6%， 低于预期的 10.9%， 零售额增长 18.4%， 而3月份为 10.6%， 但仍低于预期的 21% 的增幅。过去一周的其他经济数据引发了对国内需求的担忧，导致人们猜测需要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风险中，是时候投资黄金了吗？悉尼先驱晨报，金价的上涨使其成为投资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以对冲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的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衰退。自2000年以来的最后3次经济衰退中，黄金的表现平均优于美国股市 23%， 随后在滞胀时期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防御性资产上涨了约 30%。 各国央行对黄金的购买量也在增加，这要归功于进口限制和贸易战的担忧，这些担忧需要多样化，而不是持有美元。沃伦·巴菲特的公司重新承诺美国银行股票，同时抛售其他银行。美联社，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出售了 US Bancorp 和纽约梅隆银行的股份，并增加了在美国银行的股份。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档，他在2021年第一季度购买了近1000万股 Capital One 的股票。尽管该文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投资是由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进行的，哪些是由下属托德·库姆斯 Todd Combs 和泰德·维施勒 Ted Weschler 进行的，但巴菲特通常只投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大笔交易。该公司还在本季度购买了1740万股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使其持股比例接近 24%。美国高通胀和中国通货紧缩风险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南华早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4月份接近零增长，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保持在 4.9% 的高位。不同的通胀率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复杂化，并被归咎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不同刺激措施的方法。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随着7个省份和主要城市报告消费者价格同比收缩，担忧加剧。经济学家否认通货紧缩的存在，但承认需要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刺激需求并改善经济复苏。耶伦警告称，在债务上限僵局下，美国借贷成本将飙升。金融时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表示，围绕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尤其是6月初到期的证券。由于投资者对违约前景的担忧，短期国库券的收益率有所上升。耶伦预测，如果立法者不取消借款限额，违约风险最早可能在6月1日到来。通过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为美国债务投保的成本也飙升至历史新高。天然气比1年前便宜近1美元。CNN， 由于一长串因素，美国天然气价格继续保持在比去年同期有利得多的水准。廉价天然气的一些原因是，当俄罗斯保留其石油生产能力，而美国石油产量继续攀升时，世界末日情景得以避免。在对经济衰退和消费者谨慎的担忧的警告下，美联储的通胀战争以连续10次加息为标志，也压低了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由于经济反弹或飓风导致炼油厂停产，需求增加被认为是可能提高天然气价格的潜在不可预测因素。矽谷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我真的很抱歉。CNN， 矽谷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贝克尔 （Greg Becker） 将在3月份该银行倒闭后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贝克尔将与 Signature Bank 的2位前高管一起为他的领导团队管理风险和安抚恐慌的储户所做的努力辩护。在他准备好的证词中，贝克尔详细介绍了与加密贷方 Silvergate 的不准确比较如何助长了银行的挤兑。在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和签名银行 Signature Bank 陷入破产管理机周后，另一家银行第一共和国 First Republic 倒闭，并迅速被出售给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这些失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
迈克尔·伯里 （Michael Burry） 将阿里巴巴的股份翻倍，押注中国科技。彭博社，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伯里 （Michael Burry） 增加了对中国电子商务巨头 JD.com 和阿里巴巴的押注，尽管他的许多同行都退缩了。这两家公司现在是 Burry's Sion Asset Management 的最大持股，占其股票投资组合的20%。Burry 以预测2008年房地产崩盘和他的逆向押注而闻名。他希望 JD.com 和阿里巴巴能够从最近的挣扎中恢复过来，克服地缘政治风险。Burry 去年年底购买了这些公司的股票，并在2022年第一季度增持，当时其他对冲基金正在抛售。美国人正在创造假期记录，并在酒吧、餐馆和酒店挥霍。CNN， 美国的休闲和酒店业正在复苏，预计今年将弥补所有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失业。因为美国消费者继续旅行、外出就餐和亲身体验，尤其是在夏季。受疫情重创的该行业于2020年5月开始复苏，上个月仅比2020年2月的水准低 2.4%。与去年同期相比，4月份增加了91万7千个工作岗位，是同期所有行业中第二大增幅。夏季的几个月可能会在客房入住率方面创下纪录或接近它，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主席齐普罗杰斯说。普华永道旅游、运输和酒店业合伙人兼联席负责人珍妮尔·詹森 （Janelle Johnson） 表示，疫情导致人们对亲身体验的偏好永久性转变，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全国餐馆协会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餐馆中有 79% 发现很难雇佣。金融科技公司旨在推出机器人抵押贷款经济。澳大利亚时代报。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经纪人 Finspo 正在利用演算法投资者通常使用的机器学习功能，为客户建议住房贷款，并执行部分抵押贷款经纪流程。据其创始人 Angus Gilfillan 称 ，Finspo 使用其许可证发行信贷以说明提供建议，然后由人工经纪人进行评估，然后再传递给客户。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数位贷款的特点与传统行销技术竞争。这家初创公司最近在D轮融资中筹集了 2.55 万澳元 1.76 万美元。Gilfillan 表示，其目标是通过自动化部分贷款选择过程来扩大规模。胜利就在留欧派的掌握之中。如果他们赢了，那将使我们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英国每日电讯，马德琳·格兰特 （Madeline Grant） 在每日电讯报上警告说，认为英国的衰落可以通过重新加入欧盟来扭转的想法是荒谬的。留欧派无法扭转英国退欧背后的民粹主义情绪。格兰特写道，政客们未能正确实施英国退欧，可能会摧毁对议会民主的信心，并引发一场更加激烈的民粹主义革命。他认为困扰政治体系的瘫痪令人担忧。英国脱欧已经证明，自由民主在演算法政治时代是薄弱的。此外，这位专栏作家声称，重新加入欧盟可以拯救英国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歇斯底里地声称英国脱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灾难，但该国的麻烦实际上早于英国脱欧。自金融危机以来，生产率和工资一直停滞不前。他警告说，欧盟试图度过第4次工业革命，同时巩固自己作为全球监管超级大国的地位，最终将在未来几十年对欧洲的增长造成破坏性影响。欧盟现在在制度上反创新。顶级巴克莱 TMT 投资银行家为瑞银服务。消息来源：路透社。巴克莱银行的7位顶级投资银行家已经辞职加入瑞银美国。此前，后者上个月宣布聘请了3名巴克莱投资银行家。该银行聘请了 Lawrence Braham、Richard Hardebury、Richard Casavecchia、Ozzy Ramos、Jason Williams、Neil Meyer 和 Ken Tittle。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将加入哪个部门。瑞银正在建立其美国人才基础。尽管在瑞士政府收购瑞士信贷投资银行部门后，准备增加该部门。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